你想成为一名成功的 YouTuber， 快速制作100万点阅的影片，但不知道如何开始吗？你是否因为不想露脸、不会录音、不擅长拍摄影片、不知如何剪辑而放弃了这个梦想？或者你觉得剪辑影片太耗时，无法高效产出影片而感到困扰？别担心，在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成为一名成功的 YouTuber 已不再是难事。AI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剪辑影片，提升效率，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制作影片。今天我将分享一款超容易使用的剪辑软体。Filmora 这款软体可以解决上述所有问题，操作简单，非常适合剪辑新手。它是目前我所知道集成最多 AI 工具的剪辑软体。从 AI 脚本撰写到 AI 文字生成语音和影片、声音克隆，这些全部都能在同一个软体中完成。此外，还有 AI 图片生成和 AI 音乐创作工具，让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无需露脸、录音或拍摄，只需简单点几下，就能制作出精致的影片。而基于文字的 AI 编辑工具，彻底革新了影片剪辑方式，让我们可以快速剪辑并添加字幕，节省大量时间。Filmora 提供丰富的素材、音乐、音效、酷炫的视频效果、动感的转场效果、多样的滤镜效果和大量的文字模板，包括专业的3D 字体设计。此外，还有动画模板及其他功能如 AI 智能遮罩工具等。这些效果过去需要专业的视频剪辑人员才能完成，现在只需使用滑鼠点击就能轻松搞定，真正实现了傻瓜式的操作。这次教学分为2个部分，我将带领大家实际制作2个短影片，确保你能掌握这款强大的软体。第一部分的教学，我将讲解如何快速制作100万点击率的不露脸影片，从如何找到热门主题，到使用 Filmora AI 撰写脚本、生成语音和影片，我都会一一说明。此外，我也会分享基本剪辑技巧，详细说明如何使用 AI 绘图，添加转场及滤镜效果，让影片更专业且具有电影感。最后，我们将使用 Filmora AI 缩图工具来制作吸睛的 YouTube 缩图。第二部分教学，我将展示如何使用 Filmora 的文字编辑工具来快速剪辑包含大量语音场景的影片。此外，我教大家如何制作双语字幕，使用 Filmora AI 创作音乐和去除背景杂音，调整音讯和音乐，以及如何制作影片标题动画，让影片更加完美。视频内容丰富，全是干货，能帮助你轻松掌握影片剪辑技巧，所以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后哦。首先，点击免费开始剪片按钮来下载 Filmora， 我将下载连结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中。下载完成后，可以在下载文件夹找到并点击.exe 档来安装，接着按照安装程序提供的指引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文字转视频功能是每个视频创作者梦寐以求的工具，它可以自动寻找匹配的图片或影片，轻松将文字转换成视觉效果丰富的视频，非常适合制作不露脸的知识型和分享励志内容的视频。这类视频可以完全使用 B-roll 素材来制作。AI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制作高质量的影片，但别忘了，想要制作出100万点击的影片，最重要的是找到播放点击率高的热门主题。即使我们制作了非常棒的影片，但如果没有人对我们的主题感兴趣，也不会有观看量。那么，要怎么找热门话题呢？最简单的方法是到我们所在领域或相关领域的顶级频道，找到他们的热门影片主题，或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然后在 YouTube 搜寻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来确认这些议题的观看量。如果观看量很高，这表示有人会去搜寻，这样的主题就很适合用来制作影片。主题确定后，我们到 Filmora 13的主界面中点击文字转影片。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复制粘贴自己准备好的文本。你说你文笔不好，不知道怎么写，没关系，我们可以请 Filmora 的 AI 文案撰写工具来帮忙。Filmora 已经与 ChatGPT 进行了完全整合，不用切换工具，这让影片创作过程变得更加简单。点击由 AI 生成、
首先需要告诉他我们想要撰写的内容类型。这里有多种选项：资讯说明性的文章、观点意见的文章、产品介绍或者其他。我选择资讯说明性的文章，然后输入影片主题：每天喝咖啡究竟会怎样？我们可以输入更多详细的资料，比如咖啡对身体的影响，还有咖啡对健康的好处与风险。我们点击生成文字，文本就迅速生成完成了。目前生成文字限于1000字，适合制作 YouTube 短片。Filmora 13支援29种语言和40种自然语音。台湾口音提供3种选择，我们可以视听音效。万兴科技让世界更有创意。万兴科技让世界更有创意。万兴科技让世界更有创意。也可以复制语音。首先要按照指示录制一段声明，然后为声音命名，比如我的声音。接着点击录制按钮，按指示录制这段文字。有一天，一只猴子骑着他的脚踏车在河边。如果说错或不满意，可以重新录制。满意后，点击复制语音，这样在语音选单下就会多了一个我的声音。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效果不错，声音还真的很像。不过，这个影片比较适合男生的声音，所以我们选择 Bob 的声音。影片比例选择16:9，然后我们点击文字转影片，就这样，一段包含音乐、字幕的影片就做好了，大大节省了影片制作的时间。中间这里是我们的预览视窗，下方则是剪辑区，所有的剪辑操作都会在这里完成。Filmora 的轨道设置按钮简单易懂，有3个重要的功能：锁定、静音、隐藏。点击眼睛按钮来隐藏或显示轨道，这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轨道内容。在声音部分，有音乐和人声，然后是素材部分，再来连字幕都帮我们生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如果有不喜欢的照片，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进行更换。Filmora 提供了丰富的免费素材，包括影片、照片素材、片头影片和动画等等。此外， Filmora 还接入了来自 Pexels、Giphy、Pixabay 和 Unsplash 的素材，让选择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我们可以在软件内直接搜寻并下载所需的素材，这比另外到不同网站上寻找素材要来得更方便、更省时。我认为第一部分的影片有点太长了，为了让影片更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最好每2到3秒就更换一次影像。我们先选取影片，点击剪刀图标，就可以将影片切成2个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先选取影片，就直接点击剪刀，则会将所有轨道的内容都分割成2半。这里提到了咖啡因的化学成分，我们到素材库的搜索栏打入咖啡因。这个咖啡因化学成分还不错，点击下载，然后按住 Alt 键将影片拖到要替换的片段上，就会自动替换。我们可以看到咖啡因化学成分的视频大小与原本的视频不同。我们在右上方影片调节面板找到缩放功能，通过拖动 X 和 Y 轴来调整影片的大小。接下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灵活地添加素材，例如这里我想添加一段关于失眠的影像，我们到素材库搜寻并下载影片，然后按住 Alt 键将影片拖到要替换的片段上。我们还可以使用 AI 画图功能创建图像。到素材库找到 AI 画图功能，点击开始，输入文字提示：一位痛苦的男子特写照片，他正因头痛而感到疼痛和不适，高品质的图库照片。接下来有3种长宽比可选择，选择16:9，还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我们选择人像风格，点击开始建立。生成出来的4张照片中，第1张最合适，它看起来真的很痛苦，我们下载图片。现在我们来试试中文提示。一位老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盖着灰色毯子，手臂上插着静脉输液管，旁边有药瓶和医疗设备。背景显示医院的仪器和设施，老人看起来很虚弱，正在休息或睡觉。
场景有柔和的冷色调灯光。点击建立。4张效果中，以第一张整体感觉最好，所有文字描述都有呈现出来。我们下载图片。我们来试未来风格，贴上文字提示，一幅彩色的人脑数位插图，使用蓝色、紫色和橙色的霓虹线条和发光点。大脑细节丰富、明亮，背景为深色，营造出未来感和科幻风格。点击建立。大家比较喜欢哪一张呢？我选择下载第一张图。我们可以在素材库 AI 工具的下载页面找到刚刚生成和下载的图片，然后就可以使用跟刚刚一样的方式，按住 Alt 键将生成的 AI 图片拖到要替换的片段上。接下来，我们要如何让视频显得更专业呢？那就是要添加转场效果。点击转场按钮，我们可以看到 Filmora 提供了大量的转场效果模板，包括基础转场、变焦、速度模糊、故障等等多种类型。点击转场缩图，就可以在右侧窗口中预览效果。我们可以点击星号，将喜欢的转场效果储存到我的收藏夹中，这样未来使用时就能节省再次搜寻的时间。然后只要将其拖放到片段的后面、2个片段的中间，或者第2个片段的前面，都能产生不同的转场效果。我们还可以通过拉动或推动其边缘来自由调整转场效果的持续时间，或在效果面板中进行调整。如果你想要让影片具电影感，可以使用 Filmora 13提供的滤镜效果。在滤镜页面有很多预设滤镜可以使用，点击滤镜缩图，就可以在右侧窗口中预览效果。例如，我们将这个蓝熊滤镜直接拖移加到这个影片片段上，我们可以看到影片的画面变得比较戏剧化，更显悲伤，并且与下一段影片的色调更契合。我想把影片颜色调成更灰暗，这次我选择这个滤镜将其拖到影片的上方，这样可以一次改变多个片段的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影片的画面变暗。接着我们到右侧的效果面板，将滤镜的强度淡化到 50%， 来保留部分蓝光效果。然后下面这里我们调高来保护肤色色调。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优化整部影片的亮度和对比度。我们将这个滤镜拖到影片的上方，并将滤镜拉长到最后一个影格。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影片的光线会变更亮，整体画面感觉更清晰。视频缩图的设计质量会直接影响影片的点击率，因为观众在观看影片之前，首先看到的就是缩图。Filmora 13提供了专业的缩图设计工具，让我们能在几分钟内完成设计，无需另外使用像 Photoshop 等软件，即使没有设计背景的人也能轻松制作出专业水准的缩图。首先，我们要从影片中截取一张图案来做缩图背景。我们先把字幕隐藏起来，这样截取缩图时就不会包含字幕文字。点击时间轴除了影片以外的任何位置，右侧将出现专案资讯的面板。找到缩图工具，点击编辑按钮，就会进入设定缩图窗口。AI 会自动帮我们挑选影片中最佳的画面作为缩图。选择你喜欢的画面，我们也可以自己选择图片。只要在右下方这里拖动播放头，找到自己想要的画面，确定后点击编辑，就会打开片编辑缩图视窗。右手边有多种缩图模板可供选择，文字排版和样式都已经设计完成。我选择这个模板，因为它能将背景模糊，这样文字标题会更加突出，吸引目光。接着我们直接在荧幕上输入影片标题，我们可以自由移动文字框，然后调整文字框的大小，并透过拖动文字框的角落来改变字体大小。在右侧也可以更改文字内容、字体大小、间距和字形。这里我想要改成较鲜艳的颜色，点击更多，选择黄色好了。也可以缩放和旋转文字，这里点击反向箭头来取消旋转。在位置选项中可使用滑鼠左右移动来调整位置。接下来我们来添加轮廓，下方可以调整不透明度和边缘厚度，也可以添加阴影。我们选择一个较鲜艳的颜色，并调整一下阴影的距离。另外，也可以为文字添加背景来凸显它们。我们可以调整透明度、半径和扩散，
但我不想盖住背景，我们取消背景设定。最后，将咖啡跟和会怎样都加上黑色轮廓，然后继续调整文字大小和位置。我们也可以点击文字工具来增加更多的文字，也可以上传图片，例如加上 logo 来建立品牌认知。点击切割图片按钮来调整 logo 大小。如果想要更换底图也是可以的，只需点击上方的更换按钮。可以重新在影片中选择一张底图，或者从本集上传。我们回到刚刚页面，点击编辑。此外，我们还可以更换模板。建议大家设计多个不同主题和风格的版本，使用不同的颜色、字体和布局设计，看看哪种最能吸引眼球。完成后点击保存，然后导出到本地，这会将缩图储存到预设输出的档案夹中。也可以使用像 TubeBuddy 这样的 YouTube 管理和优化工具，提供 A/B 测试功能，帮助你测试不同的标题和缩图。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导出影片了，点击右上方的导出按钮。首先，这里我们可以更改档案名称，也可以使用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创作 YouTube 影片标题。大家可以试试看。接下来选择档案要保存的位置，预设的部分我们选择符合专案设定，也可以改成自定。影片格式选择 MP4， 下拉选单可选择其他不同格式。品质我们选择较好，解析度选择 1920x1080， 帧速率保持30。我们还可以选择备份档案到云端，或选择自动生成一个高光影片的 YouTube 短视频影片。可以选择15秒 TikTok 和60秒 YouTube Shorts， 也可以自定时长。保留硬体编码加速设定保持开启。此外，我们也可以选择直接导出到 YouTube、TikTok、Vimeo 频道里面，或者选择导出到 DVD 光碟。回到导入到本地，点击导出。我们来看一下完成的影片。每天喝咖啡对于身体到底有何影响？让我们从咖啡的化学成分说起。咖啡中含有咖啡因，这是一种刺激神经系统的物质，能够让人们保持清醒和提神。咖啡同时也含有多种抗氧化剂，如多酚类化合物，这些成分对于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伤害非常重要。但是，喝咖啡也是有风险的。咖啡因能够影响睡眠品质，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会导致失眠问题。此外，咖啡中的糖和奶制品，过量摄入这些成分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然而，喝咖啡对于健康也有好处。研究表明，适量饮用咖啡有助于减少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如中风、某些癌症和糖尿病。此外，咖啡还可以提升代谢率，帮助人们燃烧更多脂肪，以及改善认知功能，增强专注力和记忆力。总之，每天喝咖啡既有好处又有风险。适量饮用咖啡可以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同时也可以降低一些疾病的风险。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教学。首先，我会分享如何快速完成影片剪辑的技巧，然后使用 Filmora 的文字工具编辑人声对话部分。此外，我们还将探索 Filmora 新的 AI 音乐工具，以及学习如何消除环境噪音和制作影片标题动画。我们回到软体首页来创建新专案。首先，设定影片的纵横比。YouTube 使用16:9宽屏格式 ，Instagram 是1:1的正方形格式，而现在流行的短视频则是9:16的纵向格式，还有其他多种格式可供选择。确定纵横比后，点击新专案来创建一个新档案，并进入编辑界面。我们可以在媒体面板中点击导入按钮来导入素材，也可以直接拖入素材，或者直接拖入整个档案夹。导入影片时，有时会出现创建代理档案的提示。简单来说，这会暂时将影片转成一般画质来方便剪辑，但在最终导出时，会使用原始的完整媒体档案来确保最高质量。我们选择是，也可以勾选旁边的不再询问选项。在素材面板内，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多加了一个代理档案的符号。这里分享一个小技巧，在导入影片前，最好先对媒体档案进行整理和重新命名，这样将视频拖入时间线时，就能轻松按顺序排列，减少编辑过程中的调整。
如果素材参数与专案文件的设定不一致，系统会提示是否匹配素材参数或保留专案设定。如果你希望最终导出同一格式的文件，就选择保留专案文件设定。在没有任何影片选取的情况下，右手边这里可以找到专案的资讯。那如果需要改变专案的设定，我们到上方工具栏点击档案，然后点击参数设定。这里我们可以更改纵横臂、解析度、影片大小、帧速率，还有色彩空间。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需要完整的片段，因此需要进行剪辑。如果我们将片段直接导入时间轴上进行剪辑，操作可能会变得很混乱。因此，进行预先剪辑是一个更好的做法。在媒体浏览器中点击想要编辑的影片，它就会开始播放。当确定开始点时，键盘按下 I 键，或点击预览窗口下方的左大括号，这样就在这里标记了一个静点。然后按下播放键或空格键，让片段继续播放到想要结束的地方，再按 O 键，或点击右大括号标记出点。我们重复这个过程，标记所有需要的部分。然后点击右上方3个点点，来将影片以命名的方式排序，接着将所有片段拖到我们的时间线上。正如你所见，因为我们按顺序命名导入视频，我们已经完成了粗剪，影片已经按照时间先后有序的排列。接下来，我们要编辑这段演讲的片段，滑鼠按右键，找到智慧编辑工具，选择 AI 文字型编辑。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首页上找到文字型编辑工具。我们回到刚刚页面，这里我们需要选择与影片相同的语言。我选择法语，这是一部法语影片，这是我最近帮朋友录制的一部影片。我使用这部影片来做示范，因为接下来我还会教大家如何使用语音转文字功能来制作双语字幕。转录完成后，编辑窗口将会打开，我们可以看到 Filmora 已经将影片中的对话全部转换成了文字。左侧是预览视窗，下方是带有字幕的时间轴。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文字进行影片的剪辑。我们可以选择单字或整个句子。Filmora 会自动在时间轴中显示选取的部分。我们可以像编辑文本一样直接删除选取的部分，也可以复制并粘贴文本。Filmora 将会复制并粘贴影片，也可以移动影片片段。例如，我将这段剪下来贴到最前面。我们可从时间轴看到 Filmora 已将剪取的影片移至前方。对于对话较多的影片，自然会出现许多无声的暂停部分。Filmora 用蓝色括号和中间的3个点标记来显示这些没有声音的段落。我们可以选择要删除部分静音，点击滑鼠右键选择删除，或者通过点击上方全部删除按钮来自动移除所有无声的片段。编辑影片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需要反复检视素材，以找到最吸引人的部分。此时，这里的搜索功能就显得特别有用，它允许我们搜索影片中的任何单词，并能立即跳转到相应的位置。这大大简化了剪辑的流程。我已经知道我需要的部分从这里开始，所以选择删除上方的所有不需要的内容，然后点击导入时间轴。我们双击字幕片段，打开字幕编辑器来检查自动生成的字幕。这里以传统编辑时间轴方式显示字幕，这个列表窗口有相同的信息，按时间顺序列出。这个窗口则显示了字幕在影片中的预览效果。我们可以轻松修正文字和调整字幕。对于较短的字幕，我们可以将其合并，也可以剪切较长的字幕。点击垃圾桶可删除字幕。接下来可能会需要微调字幕的时间，确保字幕与影片同步。你可以在列表窗口通过拖动或更改这些值，或在时间线窗口仅通过拖动字幕来进行调整。一旦你对字幕的内容和时间感到满意，点击储存。现在我们来到字幕设计部分。在开始之前，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点击上方工具列中的视图菜单，然后选择展示安全区。屏幕上会出现2个框框，这些框框被称为标题安全区。
我们必须将字幕和标题保持在内框中，以确保它们不会在不同观看设备上被切掉。接下来，双击字幕已进入字幕编辑器。在编辑器上方，我们可以更改字体，调整字体大小，将文字设为粗体，选择文字排列方式，调整行高和字距。在编辑器右侧，我们可以找到预设选项卡，这里提供了大量预制的字幕样式，只需点击其中任何一个样式，就会自动将其应用到字幕上。最好选择与影片其他部分形成鲜明对比的颜色，大多数字幕不是白色就是黄色。接下来，点击自定选项卡，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改文字颜色，调整轮廓的不透明度、模糊度、边缘粗细度，并添加和调整阴影等效果。我们还可以添加背景，并可以选择纯色填充或渐变填充。选择不同的颜色，调整其不透明度，将背景形状更改为圆角，以及调整背景大小。Filmora 提供大量文字动画模板，不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动画，真的非常方便。设计确认后，点击全部应用，就会自动更新全部字幕。我们也可以将这个设计存储为预设，然后点击保存。Filmora 的 AI 语音自动转文字功能，让添加翻译字幕变得很轻松，支援多达16种语言的转录。首先，滑鼠移到视频点击右键，选择语音转文字功能。这里选择需要转写的语音语言，然后选择翻译语言。我们可以选择翻译影片中选定的片段，或者翻译在时间轴上的整个影片。接下来选择 SRT 字幕，这会产生完整的字幕档案，并可以进行编辑和导出。选择自动匹配，然后点击好按钮。转写完成后，两条字幕轨道被添加到了时间轴上。我们删除法语字幕，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法语字幕。我们可以看到中文字幕和法语字幕重叠在一起。点击中文字幕轨道，在右侧的影片调节面板中，可以透过调整 Y 轴数值来更改中文字幕的位置。双击中文字幕片段，会跳出一个与之前相同的字幕编辑器。我们点击预设，从下拉视窗中选择自定预设，字幕将会自动更新，然后加上动画效果。在点击全部应用后，这些效果会套用至所有字幕，使其与法语字幕保持一致。现在，我们将按照先前的编辑方式来检查并调整所有的字幕。调整完毕后，点击保存。就这样，我们的双语字幕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添加音乐，让影片更有氛围。在音频选单下，我们可以看到 Filmora 提供了丰富的音乐和音效选择。我们可以使用搜索栏来快速找到需要的音乐，点击搜索栏，下方就会显示一些热门音乐分类选项。我们输入关键字优雅，然后按下 Enter 键。在选择音乐时，要特别注意确认是否可以用于商业用途，以免影片遭到 YouTube 的版权警告。我们可以点击了解更多按钮查看详细资讯。这个音乐是非商业用途，如果我们喜欢这个音乐，那就可以使用搜索类似的功能，然后在搜索栏旁边选择只搜寻可商业用途的音乐，这样就能找到相似且可用于商业用途的音乐。此外， Filmora 还提供了 AI 音乐生成功能。首先，我们需要选择音乐标签、气氛、主题和流派。我们可以重复选择，比如气氛我们选择优雅，主题选择纪录片，流派选择氛围音乐。点击下方设置按钮，节奏有低、一般、高3种选择，可以将音乐长度设定与影片长度相同，非常方便，最长可以设定到5分钟。生成音乐的数量最多可一次生成6首。点击产生按钮，让我们来听听效果。
3首音乐都不错，我比较喜欢第1首。我们点击下载按钮，再点击了解更多按钮。所有 Fillmore 生成的 AI 音乐都可用于商业用途。接着点击音乐下载目录，找到下载的音乐并直接拖到时间轴上。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环境背景的杂音。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删除背景音频。点击影片，滑鼠按右键选择分离音频，然后直接删除音频。如果希望保留现场的环境音，我们将鼠标移至音频上，当鼠标图标变化时，向下或向上拖动来改变音量。我们可以按住 Ctrl 键，点击多个影片片段来一次选择多段音频，然后在右侧的音频调节面板中，左右拖移调整音量或直接输入音量值，来一次调整多段音频的音量。对于有人声的背景杂讯处理，我们可以使用消除杂讯功能。选取影片，开启普通降噪功能。我们可以听到背景噪音减少很多。其他消除杂讯功能包括消除风声、去除混响、消除嗡嗡声和嘶嘶声等选项。这些功能都是用来去除录制环境产生的噪音。我们可以根据影片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Fillmore 的音频处理面板中还有更多可以对音讯和音乐进行更精细的调整功能。音量自动标准化功能可以分析选定片段的音量，并自动将音量调整到欧洲音频节目的标准响度水平 23.0 LUFS。 接下来，音讯声道功能能够复制或交换左右声道，确保双耳接收到一致的音效。而音效平衡调整功能可以解决左右声道不均衡的问题。音频淡入淡出功能可以对音乐的开始和结束进行自然化处理。音调选项可以通过改变声音的频率，使音调变高或变低。音频闪避功能可以让人声和音乐找到最佳的音量平衡点。选择影片片段并打开音频闪避功能后， Fillmore 会自动降低背景音乐的音量，并在无人声片段时恢复原状，确保人声清晰可辨。那我们音乐音频就调整完成了。在影片中添加文字标题扮演着关键角色，除了帮助观众了解影片的主题和内容外，使用特定字体和动画效果还可以吸引注意力，为影片增添个性和专业感。Fillmore 提供丰富的文字动画效果，无需学习复杂的专业软体，即使是新手也能制作出专业的文字动画。我们进入标题选项来搜寻字体样式和动画效果，然后将标题添加到时间轴并调整其持续时间。我们可以在预览屏幕中直接更改文字内容。在标题基础面板中，除了可以更改字体和大小，还有其他各种文字编辑设置，这些我们先前已经说明过。这里我们将标题加上边框。除了纯文字模板，还有特效文字、3D 文字、标题字幕条等各种不同的标题设计。使用文字模板将大大加快我们编辑影片的速度，无需为制作文字特效而耗时费力。如果你不想套用模板而想自己制作动画， Fillmore 和 Premiere Pro 一样，可以制作关键帧动画。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开场动画。首先，选取标题和下方影片，右键点击并选择建立复合短片，然后命名复合短片并点击好。这样影片会被结合成一个单一影片片段，双击影片片段即可打开复合片段的时间轴。此时会出现一个提醒，告诉我们在这里做的更改将会反映到主时间轴上。点击好，点击上方的 Intro， 选择主要时间轴以返回主时间轴。接着选取复合片段，并在右侧的影片调节面板中找到遮罩功能，选择平行线遮罩，然后将旋转设定改为90度，使其成为横向平行线。将播放头移到影片的第一帧，点击关键帧按钮，将宽度设定改为0。我们可以看到在影片开头已加上了第一个关键帧，然后将播放头移到影片的5秒钟处，将宽度改为100，
这样就创建了第二个关键帧。一个简单的开场动画和这个影片就制作完成了。Filmora 是一款功能强大且使用简单的视频编辑器。它有直观的用户界面，操作简便，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许多功能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快地完成视频制作。虽然 Filmora 不是免费的，但价格非常亲民，年缴方案每月124块，每年台币1480元，比 Premiere Pro 便宜很多。还有跨平台方案每月157元，最划算的是永久型方案只需2380元，但这个方案仅限享受 Filmora 13更新。从功能上看，我个人觉得 Filmora 是目前最容易使用的人工智能专业及视频剪辑软件之一。建议大家可以使用影片下方的连结下载 Filmora 来试试这个软体。在学会影片剪辑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创建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了。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教学对你有帮助，希望你能为这部影片点个赞，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影片再见。